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ead. I'm gonna live inside the upside down for a minute and pretend, honey, I'm a perfect 10. Whoa, whoa. 今天我们有幸借到了一辆幼狮800实车，为大家进行一个评测解说。希望大家耐心看到底，会发现一些与别人评测不一样的东西。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幼狮800的外观。相较之前的幼狮250和幼狮500，它们可以说是相似度极高。但是这辆幼狮800，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外观设计上的确是下了真功夫。幼狮800的设计相较于幼狮500来说，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油箱。它的油箱更加的饱满，同时呢，有很多的棱线，使它更具一些肌肉感。幼狮800的车架呢，采用的是前后编织钢管分段式的车架。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用的钢管，幼狮500这里呢后段用的是钢管，这里呢用的是铸钢啊。同时在编织钢管之间呢，大量采用了塑料的填充块，使这个车呢更加的饱满。当然有些人喜欢裸露的发动机，认为那样更具肌肉感啊。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再来看这个头灯上面加装了一个小的风挡，这个风挡设计呢，应该是我们迎合了国人的一个喜好，因为在欧版我们米兰车展上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风挡的，同时在高金的500还有一些其他的复古车型里面也有这个风挡设计，但是在欧版里面都取消了这个设计。在前挡泥板上，与幼狮500、幼狮250一样，也沿用了家族设计，上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金属质感非常强，也是让整车显得十分的高大上，加分。相较500的单色液晶仪表，这款800使用了与新龙6相同的 TFT 全彩液晶大仪表盘，开机时奔跑的小狮子使之更具运动风。仪表盘显示的信息很丰富，具有白天与黑夜2种显示配色，看着就高大上。当然，左右握把的总成也与新龙6一样，有背光设计，便于夜间操控，值得加分。我一直非常喜欢幼狮系列的尾灯设计，这次的800也不例外，非常漂亮，比500的更加好看。好，讲完外观，我们再来讲一讲性能。说实话呢，幼狮800采用了与752S 完全一样的动力平台，其动力输出也几乎是完全一样，如出一辙。这里呢，咱们就不过多的去报那些参数，像报菜单一样，也没有什么意思啊。但是呢，整车采用了 Brembo 的卡钳还有前后 KYB 减震，这些呢实在是一些非常良心的配置。具体这辆车骑起来怎么样，我们还是通过试驾来展开介绍。首先，这辆车有着800毫米的坐高，比幼狮500还高了一点点，但是前端收窄的坐垫使得1.6米的妹子也可以轻松驾驭。脚踏的位置与752S 完全一样，属于较为后置的运动风格，在骑乘时脚会向后蹬，上身不由自主的前倾，保持一个较为战斗的骑行姿势。整车动力调教非常平顺，4000转以前，有些温柔，没有明显的拉扯感，十分适合新手骑行。个人感觉这款车初次体验有些像偏3，第一次骑行时有些摸不准它的脾气，但是隔上一段时间后，会感觉像是换了一辆车似的，突然变得格外得心应手，让人充满信心。由于全车采用前后可调减震，虽是一款公路车型，但这使得整车具有很强的可玩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辆车除了在铺装路面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外，还具有一定的攀爬性能，请看我们的测试视频。
虽然是一款幼狮800公路型，但是上下楼梯如履平地，让人信心十足。前后 KYB 减震也是发挥到了极致。我的体重快100公斤了，但减震的出厂前调教仍然偏硬，与幼狮的运动风相得益彰，保证了车辆转弯时对轮胎的支撑与循迹性。不得不说 Brembo 卡钳真香啊，果然是1分钱1分货，制动效果远超国产水平，只需轻轻一点就有了。这个还是自己感受吧。说了一大堆的优点，咱们再来聊聊这款幼狮800不足。这辆车最大的不足就是太好骑了，有点像铃木3兄弟啊，骑起来太舒服了。虽然没有什么非常优秀的地方，但也没有很大的缺点，这就是它最大的不足。从中呢，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娱乐性。其次呢，这辆车的离合啊，有些让人失望。虽然采用了滑动离合器，比之前的车型要轻快不少，但是依然比较沉重。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前挡泥板，因为它是复古车的设计，所以前挡泥板设计的比较偏短，导致呢这个泥水会非常容易的上扬到咱们的水箱。同时呢，还要说说这个小狮子，从幼狮500到250，再到这个800，中间这个线，您就不能把它磨平吗？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银色的部分应该是铝合金材质，非常的美观漂亮，上档次，可以加分在外观上。但是实际骑行过程中呢，发动机的热量很快会导热到这里，导致这个大腿内侧非常的烫。最后呢，就是这个排气尾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排气管内层，这里是有一个焊缝，制作工艺呢明显的比较粗糙，这一块完全可以采用无缝钢管的形式，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整体来说，幼狮800还是一辆有颜值、有性能的复古街车。至于这辆车实际上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到店去亲自尝试一下。最后呢，感谢我们济南 BK2 东城店为我们提供的这辆幼狮800试驾车。好，谢谢。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